指挥使，有人杀进院子里了！出发！分组潜入，尽快找到义父。是。 萧大人，末将唐武领大将军之命救您出去。大人，找到了。得手了，传上去。 信姐，走后院。退后去，快！前后都被包围了，这是早有准备，莫非是沈仲和范闲联手布局？ 已经不重要了，兄弟们，随我一同战死吧！大将军，您九品身手，若是单枪匹马，还是能找到机会杀出去的。独自逃命，非我所为。大将军不走，谁为我等复仇？大将军，别说了，求大将军为我等复仇！求大将军为我等复仇！指挥使，怎么样了？已经围住了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住手！住手！范闲害我，沈仲杀我！范闲害我，沈仲杀我！再取水来！不愧是我大齐边军啊！可惜了，其实也不难猜，他现在想要的只是萧恩而已。可是范闲并不知道萧恩的关押之处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羁押萧恩吗？属下不知。
就是为了此刻啊！去，把何道人和郎桃请来。是。多谢大将军，跟大将军在一块儿骑马聊天真是开心。我走了。吩咐下去，就按范闲所说的计划准备，明日动手。范闲未必是真心帮我们，他是想借刀杀人，借我的刀诛杀沈仲。大人识破了。谈不上识破，反正沈仲我是一定要杀的。是，按计划救出义父以后，范闲必会亲自接应。救出老大人后，也只能逃往南庆了。到时听我的号令，斩杀范闲。那我们还怎么去南庆？谁说我们一定要去南京？杀了范闲以后，我们快马赶往边境，收拢大军，起兵。范闲失策之处，就在于他认为我们只有去南京这一条生路。万事俱备，明日动手。我去见了上山虎，以沈仲之能，一定猜到要救萧恩。你要造成二虎相争的局面，这两位总要死一个，死哪一个？其实都一样。他们俩死哪个，对我秦国来说都是好事。沈仲不能死。什么？沈仲不能死？为什么？何道人让你来接手内库在上京的店铺，对吧？是啊。这账本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上京店铺数年来上交到京都的账本，我们监察院都会过目，与这里记载的相差甚远。所以监察院收到的账目都是假的，而且从这上面看，中间有人瞒报了一大笔钱财的去向。走私，长公主的手笔。更糟的是，这笔钱财是通过沈仲的锦衣卫送进了秦国境内。沈仲为何要帮着李云瑞走私啊？从中牟利吗？沈仲并非贪财之人，他愿意答应走私，只有一个可能：这笔钱终将引发我朝内乱。数目多少？今年积累，足以养活一营私兵。盔甲、武器、粮草、马匹，都是最好的那种。关键时刻，足够起兵谋逆了。这恐怕其中牵涉到的，还不仅仅只有长公主。长公主素来跟太子一党，难道是东宫的谋划？这其中的真相，只有问沈仲。问谁？沈仲。他不会说他，那就想办法呀。要不然你把他妹妹给娶了，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，你问什么他都答应你。范闲，这是天大的事情，容不得说笑。你也知道说笑啊？小严公子，你知道你自己说什么吗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精力在北齐各势力中间周旋，终于换来明日的机会，可以诛杀沈仲。你现在告诉我说沈仲不能杀，你还要我从他嘴里问到一个绝密？你当我是什么呀？你当我是什么？试着抓活的，严刑逼供。这是
清。你要我在这儿活捉沈仲，严刑逼供，严冰云，我还不想死。院长让何道人给你提示，只怕是发现了什么端倪。这就是院长给你我之间的任务。好，那你让陈萍萍自个儿到这儿查来。范闲，请注意你的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监察院提司。那又怎样？你我等击入监察院，便以院长马首是瞻，一切为了大庆，无惧生死。那我要就是想好好活着呢？我当时想的果然没错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监察院提司。大事已定，明日救萧恩，借机诛杀沈仲。此局已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你身子还没好，这几日就别出门了。小心点，别把院子打坏了。是。大人，帮我盯住严冰云，我要知道他一举一动。大人，是。来了，这最后一车了吧？最后一车了。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。这怎么多了呀？也算人杰，都埋了吧。是。我们回城，拜访大将军。入城的方向都已封死，盘查急严，尤其是大将军府方向。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沈仲求见大将军。
参见大将军。沈某前来烦扰，是有事禀报。今日有贼子劫狱，将萧恩罗走，幸好未曾逃远，被我等追上了。是何等样人呢？不知道。这些贼子焚身自尽，倒是难以辨认了。此等事，为何来与我演讲？这不是萧恩也被一把火烧死了？毕竟是大将军义父，总还是要禀报一声。知道了。今日里有贼子冲杀用的也是这般长枪，长什么样啊？蒙了面瞧不出。大将军可知还有谁用这样的枪？不知啊。大将军这枪上好似有血腥味啊。那又如何？随口说说。好枪。对了，有一事忘了说了。至于萧恩此人，太后那边始终有些犹豫，考虑将来是否起用。大将军也知道，我对萧恩下手极狠。这样的人，我真被启用，我沈某人将来可怎么办呢？您说呢？你也会怕？沈某向来胆小，自然会怕。我考虑过杀了萧恩，可是太后那边始终是不好交代。现在有反贼劫狱，置其于死地。却是替我消除了隐患。那我该恭喜你了，沈大人。大将军，你知道吗？我请郎桃与何道人一直守在暗处，若是真有人移花接木，借尸还魂，两位九品出手，才是真正消除隐患。如果有人趁乱逃离，不知道会不会逃到大将军府上。若是现在还没人来，想必那人已经身首异处了吧？真是好枪！要是没人救他，我还真不好杀他。大将军觉得害死萧恩的是谁呢？不打扰大将军了，沈某告辞。上山虎战无不胜，军中声威欲沦，放任下去，必为我大齐之患。若他今日出手杀我，便能定罪问斩。可惜呀！可是真动手，大人您，我等锦衣卫者长事未行狱，盗贼奸鬼皆图勾绪，密集而时醒之。所谓酷烈无情，只求为守我大齐。若我今日被杀，能换得此贼俯首救父，身死又何足道哉？可惜，可惜呀！
沈仲好算计啊，还等什么？毕竟老了。光阴最杀人，不是吗？沈仲让你来的，是。你就说跟丢了，人让给我。不行。那就说他失足落下悬崖死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再出现了。来杀他的不止我一个。狼桃在那边。沈仲还真看得起我啊！苦荷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家师嘱咐晚辈，一定不能让先生活下去。师命难违，还请先生见谅。苦荷的徒子徒孙和他一样，表面上大仁大义，暗地里却是大奸大恶之人。要杀就杀，何必说得这么委屈？我要救他。我不能帮你，沈仲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用不着明帮，稍加阻拦就好。那边是绝地，你们逃不掉的。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小心！
哦，陛下，没事没事，朕刚才做了个噩梦。臣一时情急，冲撞陛下，愿令责罚。北齐使团有消息吗？回陛下，北齐之都距此遥遥千里，来去消息所需时间甚久，现在并无任何讯息。陛下，这几日您一直不在宫内，太后那边有些着急。哦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是。不知所踪，还是摔死了。搅局的是什么人？不知道。死要监视，搜衙邸。范闲在边境一战的战报刚整理出来，到北齐之后，消息断断续续，直到入上京，再无讯息传出。严冰云被抓，上京谍网潜伏，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。费介最近在查范闲的事儿，这份战报不要让他看见。放心，只有这一份。如今范闲状况未明，你在上京就没有其他暗哨了。若是有的话，严冰云也不会被擒。你那边看看。是。林司令去几个？是。报告，这边没有。肖恩的伤势如何？胸口一刀已经断了生路，神仙难救。不管救人的是谁，终究是一场空。再等等，若是能找到尸体，也算是给沈指挥使一个交代。报告，没有发现。人力搜查。是。范闲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入了上京并无异常。有战报吗？没有。影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一直有事都瞒着我。这么些年也没人看见影子到底长什么模样啊！是你？
影子怎么了？睡了。你看到他的脸了？看见了。他的身份别说出去。边境一战，范闲遭遇了海棠朵朵，还有燕小乙上山虎。范闲是命悬一线呐。你的黑旗呢？我让黑旗撤出使团了。你明知道此行范闲危机四伏啊！你要害死他？他活着呢。陈冰冰，我不会答应你让范闲做你的棋子的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关门弟子了，就算是与你为敌，我也保他周全。范闲的消息我隐藏得极好，你用毒确实天下无双，但是察言观事非你强项，有人在帮助你。这个人就在这里吧。别人都猜出来了，过来见见吧。我一猜就是你，到现在院子里都没有察觉，只有你有这个手段。你说过，让范闲出使是为他博功名。我说过。你还答应过要护他无恙。答应。可是你还是调走了护卫使团的黑旗，让他孤身犯险。你是想害他呀？他活着，你让他一个人面对数名九品，让他说下去。我这样做，是为了调出萧恩隐藏的秘密。这跟范闲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多年都没松口，难道他会告诉范闲？我觉得他会。为什么？其中缘由我可以说，但是他不能听。你别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啊！是要去见他？要见谁啊？撤走黑旗到底是谁的安排？限我一则，这事儿我跟他走，你不能去。不是我去了，能又怎么着啊？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你活着就能帮到范闲。我答应你，若范闲真出了事儿，我陪你大闹京都。我不管谁要害范闲，他要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要天下陪葬。若是当年只凭何道人、王桃两个晚辈，又岂能是我对手啊？当老人一直聊当年，那就是离死不远了。我本来就要死了。给我药岂不是浪费？先给你止血吧。没用的，我清楚。庞桃一刀，心脉一断。那你笑什么？笑你呀，范闲。我有什么可笑的？你没什么好笑，可你救了我，我很开心。你这是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所以撤走黑旗，置范闲于险地，这一切都是陛下的旨意。陛下要是想杀范闲，直接下旨就好，又何必劳师动众，还把人送到北齐？说到底，他只是一个臣子，
生死都在陛下手里。陛下抛出范闲是为了调出萧恩的秘密，这跟范闲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多年都没有松口，难道他会告诉范闲吗？我觉得会。血止住了。还没消够。命运之棋，真是有趣。你救我是为了那个秘密？那个我早就不指望了。我救你是为了上山虎。我坑了他一次，再想让他听我调度，就得拿你当筹码。有道理，有谋断，有狠毒。虽然年轻，可前途无量啊。可惜没用。狼桃那一刀我也救不活，你确实快死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吧。告诉我？说是秘密，其实也很简单。哎，等等，怎么？我说给你，你还不愿听吗？你没道理告诉我呀。我要死了，或许不想这秘密，随我散于九幽。若是生死能让你动摇的话，监察院这么多年，你早就说了。也或许是送我归来，一路有缘吧。哼。又或许你救了我，我感动了。生死都不能让你动摇，何况是一次出手。再说我是为了利用你，你不是这种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种人？我能肯定，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。现实、残忍、狠毒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我们是同一种人，同一种人。所以你没有理由把绝密托付给我。你长在儋州，是，算起来刚入京东不久。没错，这么快就升到了监察院提司？正是。你父亲是谁？我父亲是范建。哼，范建，什么官职？户部侍郎。我记得，他和陈萍萍相熟。那又怎么样？既然范建在京都，为何把你留在儋州？这与你何干？因为我是私生子。你母亲是谁？我出生时她便死了。所以你没见过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那你知道不知道，你母亲是被别人害死的？老子当然知道。范建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真正的父亲已经死了很久了。你说什么？孩子啊，我儿子是你父亲，你是我的孙子。什么鬼？唉，我这支血脉近乎断绝，说是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呀。沈仲把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多少会有些不信。什么叫有些？完全就是扯淡，好吗？哼！萧恩的孙子，陈萍萍，你昏头了！当年捉拿萧恩那一阵，他的儿子儿媳都身死当场，哪还能冒出个孙子来？萧恩的儿子，在成亲之前有过一个女子。什么女子？青楼女子，被萧恩儿子赎出，藏在私宅，有了身孕。此事被萧恩发现，萧恩家教极严，命儿子和此女断了关系，又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女子，这才成亲。
按理说，这样的女人是要杀了以绝后患的。她必定有了身孕，我当时就把她藏在外面，想着等孩子出世以后，再考虑是杀是留。她就是你的母亲，从小迈入青楼，不知本名，只有个青楼的玉名叫玉香。这就是你母亲的名字了。你母亲才玉香呢，你全家都玉香，还肉丝呢。我被抓之后，不见天日的受尽折磨，唯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，就是这点血脉了。可到最后，还是让陈萍萍发现了。没斩草除根。你若死了，我也就断了活下去的念头。那段时间，他一直用你的点点消息来试探威胁我。可是你还是什么都没说。说了，都要死。我沉默，你才安全。我当时也想啊，用那个孩子威胁萧文，说出藏的秘密。结果呢？最折磨人的不是威胁，是希望。陛下眼光长远，非常人所及。的确是，只靠威胁，萧文不会服软。最后我按照陛下的旨意跟他说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郡国人，培养成一个对北齐恨之入骨的战士。等这个孩子长大之后，我要让他亲手毁了萧文的所有希望。这么阴狠，确实是你的风格，所以他才信了。这么些年点点滴滴，我都会把这个孩子的细节告诉他。你告诉他，那孩子养在儋州。我不会说，他没说你寄养何处，但他不知，为了和秦国对抗，我对南庆诸城了解颇多。所以这些年点点滴滴的细节和偶尔透露街道布局来判断，我能确认你就在儋州。自己猜的？一个个碎片拼作一处，找出答案，绝不会错。萧恩生性多疑自信，如果我说出儋州二字，他反而不会相信，一定让他自己猜出答案，才确认无疑。要是他猜不出呢？他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。所以猜到你的儋州，但我从来没露痕迹。儋州那么大，凭什么是我？年纪符合，年纪符合的多了。是你送我回归大齐，所以呢？陈萍萍若是真的为了栽培你，为何要撤去黑旗？以监察院之能，怎么会猜不到虎儿来救我？他撤去这一切防卫，让你独当一面，这一切说到底就是想用我的手来杀你。他是范闲，监察院提司，他送你。萧老前辈好。你送我？我送。他们是你什么人？费老是我师傅，院长是我长辈，都待我如亲人一般。好好看看这孩子，以后见不着喽。这说不通啊！让我猜猜，这次出使还是让你杀我，是吗？不觉得矛盾吧？让你杀我又不顾你的安危，所以他到底希望谁死？都可以，你杀我也行，我杀你也罢，他都愿意看到。我若杀了你，他再告诉我真相，让我发现自己断了自己唯一的血脉。这世上有比这更凶残的折磨吗？这都只是猜测，可是合理。这一来，一切都能解释得通。这么多年，放你在儋州不闻不问，
突然调你来京都，提得这么快，就是为了制造机会让你我骨肉相残。还有，为什么放我归国时不废我武功？也是要让我亲手杀你，造成遗憾。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，比如玉佩、胎记，证明我的身份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准备一点更实在的证据？你小点声，鱼都吓跑了。陛下布局最精妙之处就是没有准备一个实证，实证越多，他越起疑；我制造的矛盾越多，他越会相信范闲的身份。真是好手段呢！将人心做战场，才是最惊心动魄的。可是事实如此啊！以你的才智，也该明白我所说的可信之处。陈萍萍唯一算错的，算是没想到我已经猜到你寄养了儋州，结果就这一点破绽算出全局，才解开了真相，避免血脉相残。所以那时候你不让上山虎杀我，是。可这后来一路上你也什么都没说。贸然说起，你会信吗？你现在还是说了，因为我快死了，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总要将真相告知。有一处古怪，陈萍萍为何要花如此大的力气折磨你啊？因为当年是我断了他的双脚，他对我恨之入骨。陈萍萍这种人，一旦心中有恨，就算10年、100年，他也不会放手。过了再久，他也会复仇。萧恩还算了解我，知道我一旦有了仇恨，永远不会忘记。但是有一点，他猜错了。我并不记恨他，我抓他，杀他全家，他废我双腿，这很公平。我没有理由憎恨他。如果我没听错，你抓他不久，就开始编造谎言。是，这么多年不曾间断。经过时间，才更真实。刚出生，就把范闲当作棋子。要知道，骗一个聪明人，不经过漫长的时间，谈何容易？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黑棋撤走，万一萧恩不够聪明，万一他没上当，万一他真的杀了范闲，怎么办？不撤黑棋，萧恩不会相信。所以这就是用范闲的命来冒险。你还有完没完？那可是叶青梅的儿子。你知不知道萧恩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我说的秘密是一个地方，也是一个人。你听说过神庙吗？天下所祭，皆为神庙。天地初分，聚首横行。神庙中人行威德降世，传世人文字礼教，助世人开山辟海，定鼎人族基业。你怎会不知？神庙，虚无缥缈，没有人去过的神庙。可我亲眼见着了。在哪儿？北边，很北边。北边？你知道我有个兄长吗？庄莫寒。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算辈分，他是你伯公，或者叫大爷爷。祈年殿上被我给气吐血了。听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无伤大雅。他年少成名，是个文坛大家。我名声不显，虽然做了提旗之首，
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占了他的光，我很不服气，所以跟了母亲的姓，也就是你的曾祖母。行了，先别论亲戚了啊！这么一会儿我辈分快没了。好吧，先说事儿，我换了姓，一心要立下大功。那时候，先帝一心追求长生不老之术，举全国之力，找到一丝线索，说神庙在北边。先帝派了一支1000人队伍往北方去，寻找神庙的下落。带队的就是我跟苦荷。苦荷把大宗师也派去了。那个时候，苦荷还不是大宗师，先帝让他去，因为他热衷天人之道，对神庙向往极深呐。再就是他毕竟是皇室血脉，也算是监军了。苦荷是皇室血脉，辈分上说起来，先帝是他长兄。怪不得如今的小皇帝和太后能如此信任他。哎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苦荷也有资格争皇位。苦荷这个人虽然假仁假义，但确实无心正事，对皇帝的位子他是没兴趣的。您接着说，就这么一直往北走，就找到神庙了？哪有这么简单？我们一直往北过了北牢关，踏进无人涉足之地。北地蛮荒，常年飞雪，每日每夜见到的都是雪景。队伍里渐渐有人眼睛瞎了，有人患了重病，人是越来越少了。雪原艰险，意外频生，掉队的、逃走的、死亡的越来越多，1000人队走成了100人队，再后来，辎重遗失，粮草断绝，马也被吃了。那个时候不能回头了，因为都知道也走不回头。你知道饥饿的滋味吗？没有猎物，没有植被，全是雪，你会被饿得疯狂。心底有什么东西醒过来，把你的人性、礼仪、道德全部一点点的剥除，然后人就变成野兽。你绝望过吗？很好，我希望这一辈子你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啊。最后只剩下了我跟苦荷2个活人，按理说我们是有一个结局，互相残杀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见到了天怒。或许是神庙知道凡人试图找到他们，因此震怒；也或许是在惩罚我们所犯下的罪行。越往北走，黑夜就越长。终于有一天，上天降临了无边无际的黑夜。
那叫吉叶。为什么这么叫？谁起的名字？啊，我随便说的。你接着说。遇到吉叶，在之后呢？虎河在向上天祷告，我也跟着在做。后来在雪地底下，我们找到了绿藻，很苦，但总算无毒。就这样每天在黑暗中煎熬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眼看生命到了尽头。就在我们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天终于亮了。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希望，让我们能坚持着活下来。你们运气还真不错，几个月的极夜都能熬过来。然后，我们就找到了神庙，在哪儿？现在哪里我不知道。你们不是找到了吗？他本来不在那儿。可是，一眨眼就出现了。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他怎么出现的，也不知道神庙究竟是什么。灰墙跟棕色大门，我大齐供奉的神庙建筑便是这个颜色，和南庆的确实不同。也就是说，庆国建的是错的，北齐的才是正确的。不，它是我们看到的，是我们心里的认知。他，苦荷说的？不是苦荷。你刚才不是说千人队只剩你们两个吗？怎么又多出一个他？不急，你听我说下去。好，你先说。找到了神庙，进去之后见到什么了？进去。进不去的。你刚才不是说有个棕色大门吗？有门，但是碰不到。什么叫碰不到啊？是说门自动往后退？也不是往后退，这个感觉怎么说呢？就像那扇门本来在这里，当我伸手时，它就自然而然地到了另一个位置。不管我怎么往前冲，就是只差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又好像隔了整个世界，永远触碰不到。空间扭曲。苦荷说是我的心不够诚，然后他就虔诚的祷告，再伸手去碰。可惜啊，一样摸不到，是摸不到，可是与我的遭遇又不一样。全息影像？什么？就是一种光影错觉，看着真实，其实不存在。不是幻觉。
这不是幻觉呀！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？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就是无法触到那扇门。我摸，触不到；他摸，神庙就消失了。翻墙呢？哼，一样的，墙面也无法触及。苦荷说，这是我们命里无缘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回去了。这秘密有什么好守的？然后门开了。你不是碰不到那门吗？是碰不到。那怎么推开它？是从里面开的。里面有人打开。所以我才说，我的秘密是一个地方，也是一个人。这地方就是神庙，而这个人就是神庙里的仙女，是个女的。后来，她也来到了人间，她的名字叫做叶青梅。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她叫叶青梅。叶青梅，看清天下须眉。世上没有规矩能锁住他，他永远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举动来。你知道这个院子住过谁？不知道。住过朕的一位故人。当年他就站在这儿，我问他，监察院出舍要种些什么花，只要他开口，再名贵的花我都能找到。你母亲确实是天下无双啊！老娘究竟有什么魔力呀？她是指引者，亦是背叛者，是补天之女娲，是万象之阴，是终结之末。你好，儿子，你没有看错，这封信就是写给你的。当然听说过。不止听说过，她还是我娘呢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。有人啊，你们好。今天天气不错啊。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已经换了符合现在文明的衣着打扮了呀。请问你们二位是不是傻的？好直接的问法。我们也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神庙里居然真的有仙女出现，苦荷立即就跪拜。啊！可我还是犹豫了。跪拜能有什么好处？不然他怎么会成为大宗师呢？是我娘，跟这也有关系？你贵姓啊？我们都不认识，你这是磕什么头啊？啊！这地方有点危险，先离开再说。来，你再这样磕下去，都磕成脑震荡了。
我看你体质应该适合。等一下。给。我已经换成你们现在习惯的行文方式了，你照着看就可以。秘籍？某种意义来说，算是吧。你也可以一起看，不过它比你更适合。好啦好啦，我要先走了，回头他们再追出来了。危险？什么危险？他说有东西不想让他离开，然后有人在里面阻拦追兵，所以让我们尽快带他离开那片雪山。去哪儿？你们就带他回了北齐？是。那本秘籍呢？我和苦荷一起研究过，和他说的一样，我怎么练都不如苦荷提升得快。你们就一路回了北齐？不，一路上他问了很多。快到北牢关时，他和我们分开了。分开？为什么？我也要玩。你也玩？嗯。给。你们先走吧。那你呢？有东西跟着我朋友啦，我得去帮他。我等愿你相助。不行，以你们现在的状态，存活率不到1成，基本上就是必死了。你们放心，你们先走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他说的话，苦荷就当圣旨一样。不对，比圣旨还要尊敬，所以他就听话的走了。你呢？我想着那本秘籍也跟着走了。再说神庙中的人都害怕麻烦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不敢插手。这故事倒是很传奇，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要保密？是他的要求。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件事。哎呀，你们快起来，没有那么夸张啦。是。只不过呢，我希望你们可以保密，不要把神庙的地址说出来，也不要说在神庙见过我。总之，关于神庙的一切，都请藏在心里，不要外传。是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神庙长什么样子吗？之前见过，黑墙慧眼。其实不是的，那只是你们心中的认知。你们觉得它长什么样，你们就看到什么样。有人觉得神庙应该金光闪闪的，那他看到的应该是一座大金宅子。神庙会根据人的心愿而改变吗？可以这么说，它确实可以读懂人心中所想。那要你这么说，这神庙好像是活物啊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真的是活的？但又不完全一样。
按照你们理解的话说，就是神庙底下关着不好的东西，一旦找到他的人越多，那他逃出来的机会就越大。一旦他逃出来，这个世界就完了。所以为了世上众生，我请求你们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我会用我的生命守护这段经历，尽我一生所能，封锁神庙所在。那就谢谢你们啦，我先帮我朋友去了。这本秘籍，你可不能自己一个人独吞啊！萧大人，神庙的事请埋在心底。若被我发现你将此事泄露，我会杀了你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叶青梅。果然，老娘确实是神庙出来的，她的朋友应该就是五竹树。可是追出来的是谁？或者说是什么？神庙底下的秘密到底会是什么？按心意改变模样，读心术吗？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被震撼。所以这秘密你就一直守着？我答应过的事儿很少食言，可你还是告诉我了。因为我感觉陈萍萍对神庙和叶青梅的事儿过于热切，这秘密传给你，将是你立身保命，甚至掌控陈萍萍的根本。这也是苦荷要杀你的原因。他知道我关了这么多年，如今逃出升天，或许就要拿这个秘密做东山再起的筹码。必定是神庙，世上所有的信仰汇集的圣地。你会吗？谁知道呢？之后呢？苦荷什么时候成为大宗师？那件事2、3年后吧，他很快地把我甩在了身后，就是因为那本神庙的秘籍。叶青梅呢？之后去了哪儿？听说他四处云游，身边多了个瞎眼的仆人。去过东夷城见过四顾剑，之后又去了南庆。叶流云也和他有过交往。4大宗师见了3个。那10年左右，他留在南庆，创下山号，做出了很多奇妙的东西，甚至富甲天下，世人惊愕，我却一点都不惊讶。他来自神庙，做出再神奇的事儿也是正常。是啊，他的人生就是一段传奇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这样的仙女也会动了凡心，最后嫁入了南庆皇室。南庆真是气运惊人啊！可惜我大齐就没这福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她怎么了？你说叶青梅嫁入南庆皇室？是啊。你是不是说错了？这件事世上很少有人知道，但我掌管提旗，终究瞒不过我。嫁的哪位？当时的王爷，也就是如今的南庆皇帝。嫁的是庆帝？没错。虽然并未正式婚娶，但确实有了夫妻之实啊。叶青梅还为庆帝怀了个孩子，那就是我最后知道的事了。
之后就是陈萍萍奔袭千里，将我抓去南庆，关进监察院后，就不知道叶青梅的事了。听说已经死了。那孩子是庆帝的孩子。确实如此，算起来他和你年纪相仿。我关了太久，不知道皇室的状况。那孩子现在是第几皇子，可有非凡之处？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奸帝死在京都，李娘死在京都，留在儋州，命会长些。那孩子是庆帝的孩子。确实如此，算起来他和你年纪相仿。我关了太久，不知道皇室的状况。那孩子现在是第几皇子，可有非凡之处？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奸帝死在京都，李娘死在京都，留在儋州，命会长些。我娘死在京都了，杀她的人还在吗？我不知道。宫中有旨，召你入宫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陈萍萍和范建隐瞒的真相，这才是多年不让我入京的原因所在。我不是范家子弟，我是庆帝的儿子，我是皇子，我的身体里流着的是他的血脉。朕有些累了，先歇息了。你们兄弟三人吃吧。不想就不跪。在这儿跟宫里不一样，宫里是君臣，在这儿有何不同？你活着回来。一下子这么多事儿，又突然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确实很难接受。没关系，你心里明白是我萧家血脉就好。憋了这么久的秘密说出来，轻松许多。只是接下来这担子要放在你的身上了。您还是少说些话吧。都要死了，有什么区别啊？纵你这么横案，关了这么多年，不喜欢。这儿望出去很好。千万别让顾河知道我跟你说了这些。我知道，不然他要杀的就是我了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留在大齐，还是回南庆？回南庆。也对，你的根基在那边。陈萍萍不知道你了解了真相，你会大有作为的。回去之前，有空去见见周慕寒，告诉他我的死讯。我一定会去的。还有什么要我做的？
我死以后就坐在这里，不用埋我。我不想再被压在地下了。好，不必报仇，不必招惹陈平平，把一切都埋在心里，好好的活着。我知道。你说死了还能见到他们吗？见到谁呀？叶青梅，你的儿子。会的，会见到的。谢谢你，让我知道了我的身世。很可惜我不是你的血脉，安心坐着吧，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了。原来是为了神庙。萧文藏的秘密就是神庙啊！吴主席有事，阔和绝不会背叛自己的诺言。要想寻到神庙，萧文是唯一的希望啊！那么多年行训为国，他就会告诉范闲吗？只要他相信范闲是其后裔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一直不让我把范闲带来京都。一是为了范闲的安危，第二，还在等待时机。要想让萧文离开监察院，接触范闲，行事就要合理，不能有半点的操控迹象。是啊，两国战事将起，这是最好时机。此战落定，不论胜败，上山虎和庄墨涵一定会提出要换回萧文。所以范闲来到了京都。难怪你那个时候故意离京，我还以为是我找到时机把范闲叫来京都，其实都是你的安排。时机是陛下选的，儋州暗杀也是陛下布局。暗杀是李云瑞所起，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。如果暗杀成了呢？你想过没有？暗杀是6处的事情，为什么偏偏落在4处滕子京的手里？因为在1个月前，我就把儋州周围监察院所有的人员全部调离，只剩下4处的滕子京，只有他才能完成这次刺杀。他也是你早就选好的人。6处的将士们个个心如磐石，接到密令必杀无赦。不管范闲说什么，他们都不会解释。愿留下一心敢违抗上令的寥寥数人。所以滕子京就是其中之一。滕子京是陛下挑中的。
我以为你已经把我给忘了。在看什么？北齐的话本杂书。我想我已经在这儿了，就多了解一下这里的风俗习惯吧。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找我有何事啊？是有事儿要让你做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还记得滕子京吗？牛栏街那个被杀死的护卫，他曾跟你有过过节。你在路上被行人泼脏，府里家丁出手报复。是有这么回事。之后你以行刺罪名，让刑部通缉滕子京。那是我手底下的管家做的，我也只是听说而已。所以你并不知情？我当然不知道，我怎么会为一个草民劳心费神啊？判了个满门抄斩。判了这么重啊？也不是你背后推波助澜。当然不是我，我转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好，再之后，滕子京被监察院救走，受命调离京都，你有没有让人骚扰他的妻儿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乃堂堂礼部尚书之子，宫中编撰，太子门下，前途一片大好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这么做不是给自己的名声抹黑吗？不是你，当然不是我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教训一下就完了，何至于毁家灭族？你当我们国家都没有家教的是吧？所以才会这么巧，偏偏让我在那个时候来到京都。什么？这一切都算计好了，就是为了让我跟萧恩见面。萧恩？萧恩他不是转交北齐了吗？我相信你没有骗我，滕子京也不会说谎，所以这一切都是监察院的手段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萧恩和滕子京是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李云瑞没有违令刺杀，监察院也会想尽办法让范闲在儋州生事。所有的人都在你的棋局里，每个人都只是棋子而已。不是我的棋局，这盘棋陛下才是棋手。就算是为了神庙，就值得用范闲的命去冒险吗？你不是不知道啊，小姐当年有多少秘密，那些秘密，那些奇思妙想，都来自于神庙。神庙里藏着超越这个时代的资源和奇物。只要拥有了神庙，庆国就可以凌驾诸侯，成为天下中心。为了庆国，任何的冒险都值得。是啊，一切为了庆国。可为了庆国，就算儿子也是棋子。我无话可说。这个老东西，不过，他对范闲的一番深情，
朕也能理解。早晨起来，做了个噩梦，也记不清梦见什么了，就是突然惊醒了。陛下，他说，范闲是棋子，但他更是朕的儿子。是，陛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秦国，朕所知的。范建不一定这么看。他确实把范闲当做了子侄，有怨气，会想明白的。你不是也把范闲当作子侄吗？是。可是朕命你把黑棋撤走，让他陷入绝境，你可没有犹豫啊。臣知道自己是谁。你是谁呀？陈萍萍啊，陛下身边的一条老狗。我这般残躯还能统领监察院，都是陛下信重。我是把他当作子侄，但是我唯一忠心的，就是陛下呀。陛下有令，别说子侄，就是我的性命，也可以谈笑其之。朕听清了，举国上下千万子民，最忠诚朕的就你一个人了。臣知道，臣明白。时辰不早了，朕要回宫了。陛下，凤典，陈萍萍现在在院子里头，你给我跟着，看他都见些什么人，说些什么话。监视陈院长。庆国举国上下，朕最信任的就是你了。臣绝不辜负陛下厚望。回宫吧。范建，问题太多不是好事。有一点你该明白，他还是姓范，我依旧是他父亲。你想问什么？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严冰云可有举动？没有，一直安静留在屋里。还在看这张册？沈仲死了？没有，我骗了你。这次行动目标不是沈仲，而是上山虎。为什么骗我？我想知道，当沈仲入局，你会不会有其他的举动？你觉得我有可能通敌？就像你怀疑我一样，我也想知道，仅因为这么久的酷刑，有没有让你屈服，把你变成沈仲的眼线？很好，你不生气？你能有这样的心思，才不愧对于监察院提司的身份。你能怀疑一切，我很满意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，就是从沈仲的嘴里问出这账本背后的秘密，查出这笔走私究竟送到了谁的手里。
这件事儿我可以帮你查，但是你也得帮我。帮你什么？还没想好，不如先从一件小事谈起。什么？你了解陈萍萍吧？没有人可以真正的了解院长。陈萍萍如果说一个谎言，会有几分真，几分假。你不是有话要问吗？怎么不开口了？或许神庙是为了庆国，那在你和陛下的心里，庆国和范闲，哪一个更重要？这怎么能比较？非要二选一，你们会选庆国还是范闲？这又何必呢？范建，你应该明白，拥有神庙的资源跟秘密，使庆国成为不朽的王朝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所以，你选庆国。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？可我觉得，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选择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选范闲，不选我儿子。最后一件事，你刚才的故事里一直回避一个问题：肖恩的那个孙子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？真的。你没杀他？没杀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没有对肖恩撒谎，我确实把他的孙子培养成了庆国人，培养成了一个对北齐恨之入骨的战士。他在监察院内吗？好手段呐，陈萍萍。你问这个有什么意义？监察院里有多少人跟我同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放心，不会对庆国不利。有很多，无法计算。像我和你也是同龄。监察院向来从小培养心腹，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到底有多少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也是同龄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你见过你的生母没有？这又算什么问题？就当成是我的好奇。家母在生我时便过世了，从未有缘见到。你跟令尊相处得多吗？我父亲对我很严格，从小便把我交给别人抚养。虽然见得不多，但也是为了我好。有什么不对吗？所以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。滕子京是你的手下，他对我动手，到头来一定是你来负责。你怎么又提陈年旧事啊？所以，注定是你被派到上京潜伏。怎么叫注定啊？滕子京接受违令，这事谁能事先预料？谁能事先预料？所以他早就知道，萧恩一定是用来换你。就算萧恩侥幸能在北齐活下来，你还是会回到秦国。不管怎么挣扎，逃不出他的掌心。范闲，你到底要说些什么？萧恩说了，陈萍萍是玩弄人心的魔头。哼，果不其然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确实是院长让我留在大人身边的。跟黑旗通风报信的也是你吧？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陈萍萍居然愿意为你调动黑旗。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这名字我第一次听说。监察院陈萍萍，是公认的暗夜之王，万恶之源。好一个监察院院长啊，心机手段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以监察院的人，以后少有牵扯。不要相信陈萍萍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以多谋善变、狠辣无情著称。我觉得在里面更安全。多找点同盟，别把陈萍萍当成唯一的依靠。他去权谋，我暗中默默辅助你，能够成为庆国第一重臣，到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你的安全了。神像穿得太薄了，小心凉着。眼神像他。你说的他是谁？叶青梅，你母亲。这个院子终究我要还给你，时间过了，初心未改。有什么不顺心的就告诉我，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也告诉我，我都替你解决。林拱的事我来收尾。我觉得你人不错。我，人不错。情感都是这棋盘上的棋子。范闲，你凭什么这样说院长？陈萍萍，我这一生第一次这么委屈一个人。陛下，您这几天不在，宫里人都丢了魂儿，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。陛下，公统领到。去。陛下，下去吧。怎么样？禀告陛下，陈院长在离开太平别院时，遇到了范尚书。陈院长怎么说？陈院长对范尚书说，要让庆国成为不朽的王朝。不朽的王朝。我怎么瞧着院长如此疲惫？与人谈心。谈心？好了，我没事，你去吧。站着。臣在。陈院长真的这么说的？臣字字铭记，不敢有半句谎言。陈院长对陛下的忠诚，天下无二。天下无二。你回头看看，朕的穿甲剑已经事成了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庆国万岁！睁开眼。
为什么不躲？陛下没有下令。庆国若想万岁，不光靠朕，还要靠你们这些忠臣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